被众多國人視作人間天堂，享受從搖籃到墳墓福利的德國竟然堅持不下去了。是的，你沒有聽錯，默茨親口承認，德國的高福利制度已經發展到難以為繼的地步。3天前，在一場地方會議上，德國總理默茨表示需要對德國的福利制度進行一場改革。改革是委婉的說法，說白了就是政府養不起這麼多德國人了，大家得自己想辦法。去年德國政府的福利支出達470億歐元，平攤到每個德國人身上約為562歐元，約合人民幣4663元。聽上去不多，但退休金和醫療保險等大宗支出並不算在其中。這470億歐元指的是一般性補貼，比如育兒、租房、養老等補貼。默茨解釋說，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當前經濟產出不足。今年2季度，德國 GDP 下跌了0.3%，企業效益不佳，導致政府稅收減少。他坦言自己既不想削減德國人的福利，也不想對企業加稅。那麼錢從哪裡來呢？默茨沒有明說，只用創造性方案來形容即將推出的新福利政策。外界推測，無非2條路，要麼多印歐元，要麼加大對富人的徵稅。長期以來，一直有人唱衰德國的福利模式，批評其是大鍋飯、養懶漢。而德國人以往的回應是，國家有義務讓每個公民過上體面的生活。新加坡的李光耀曾指出，發放高福利固然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，但是從財政角度來看，高福利是不可持續的。他甚至大膽預言，歐洲的高福利從20世紀70年代算起，最多持續3代人就會崩潰。如今德國社會的主力軍正是以90後、00後為主的第3代人，如果崩潰，他們肯定要為父輩留下的高福利買單。難道李光耀的預言真的要應驗？具體來說，李光耀不看好德國福利制度，原因有2：第一，德國高福利的根基在於強大的制造業。2戰後，德國人奮發努力，在一片廢墟中重建國家，先进的制造業源源不斷地賺取超額外匯，企業利潤高，政府稅收多，自然發得起福利。但是如今後發國家步步緊逼，德國制造業不得不與之競爭，利潤空間不斷被壓縮，維持高福利的高稅收又從何而來？第二，过高的福利滋生惰性。李光耀曾說，以新加坡的条件，完全有能力給公民發放高福利，但他不會這麼做。要保持新加坡在全球的競爭力，就必須讓國民保持一定的緊張感，不能助長不勞而獲的風氣。高福利養懶漢還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，低生育率。德國把公民照顧得太周到了，大家沒有後顧之憂，反而更不願意生孩子。為了彌補勞動力的不足，德國被迫引進移民，大量非法移民和以難民為幌子的人趁機湧入德國享受福利，進一步加重了財政負擔。其實在德國之前，希臘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早已發生過財政危機，這些國家政府嚴重入不敷出，靠發債度日，被美國人調侃為歐洲4國。支持者認為發債發福利體現了政府擔當，寧可負債也要讓公民過上好日子。反對者則批評這是寅吃卯糧，對子孫後代極不負責任。第一個倒下的希臘至今仍在為曾經的揮霍還債，除了水和空氣，能賣的資產基本已經抵押給外國的公司。希臘老人退休金銳減一半，年輕人背井離鄉遠赴西歐或者美國打工。如今這股衰退之風終於吹到了德國。一位德國朋友告訴我，現在報紙上每天登的都是壞消息，德國人開始爭論誰該為衰退負責，社會戾氣加重，很難像過去那樣心平氣和的坐下來商議問題。以前德國人認為選誰都差不多，如今卻有越來越多的人支持曾經被主流輿論所排斥的選擇黨，一個被質疑帶有納粹傾向的新右翼政黨。在上一次選舉中，選擇黨得票率已經提升至第2，險些拿到組閣權。如果這次默茨真的敢削減德國人的福利，明年或許我們就將目睹歷史重演。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，主頁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